会介绍使用者界面的两大类别：图形系统界面和网页界面。使用的教材为《The Essential Guide to User Interface Design》一书。本章有3个主轴：互动类型、图形界面的特点、网页界面的特点。互动类型是使用者和电脑系统互相沟通的方法。设计师可以选择图形系统 GUI 或网页和应用程式设计中的几种互动形式。互动类型主要由5个元素：命令行、主选单选择、填写表格、直觉式操作、拟人化。设计师可以基于正在开发的系统的类型以及输入和输出设备的特性，来选择适合的互动形式。接下来会说明每种互动形式。第一个元素是命令行，命令行是原属的互动形式，它是一个以文字为主的应用程式，可以查看、处理并且控制你电脑里面的档案。它要求用户按下功能键或在屏幕上的指定输入区输入命令。命令可以是单个字母、缩写、单词或多个单词。命令行的功能强大，可以立即连接到系统功能。它也很灵活，能够结合选项或参数来改变其行为。它的问题是，可能含有复杂的语法，也常常不能容忍输入错误，这可能导致用户沮丧。第2个元素是主选单选择。主选单是使用者必须从选择的选项，在屏幕上，用户选择带有点击的选项，然后提供某种视觉反馈。屏幕选单利用了一个人的识别能力，但选项标签必须有意义，而且易于理解，才能使选单真正有效。否则，使用速度将降低，并且错误增加。选单可以将复杂的互动分解为小步骤，从而建构并帮助决策过程。第3个元素是填写表格。表格填写样式对于收集讯息非常有用。典型的表格包含一系列控件和字段，用户可以在其中输入讯息，或从选项列表中选择一个选项或多个选项。如果设计得好，表格可以帮助用户理解其目的，并允许快速方便的输入讯息。相反，设计不佳的屏幕形式可能效率降低，并且加重负担。第4个元素是直觉式操作。直觉的操作界面能使用户直接与屏幕上呈现的元素互动。用户通常使用滑鼠指向，而不是用键盘来选择屏幕对象和动作。他们使用选单栏位和下拉式选单来执行命令。第5个元素是拟人化。拟人化界面试图以人们彼此互动的方式与人互动。拟人界面包括口语对话、手势、脸部表情和眼球运动等。这种界面的发展需要了解人类的行为，例如人们如何互相交流、手势和表情的含义等等。目前最进步的是口语的对话框，能够以有限的方式识别说出的单字和结构。GUI 在图形化界面中，主要互动是某种指向机制，与用户互动的是一组称为物件的元素，可以看到、听到、触摸或以其他方式感知它们。物件用于执行任务，用户对物件执行操作动作，包括指向和选择。所有物件都有标准的结果行为。图形的讯息比其他表示方法更有效地利用了人的讯息处理能力。如果使用得当，它可以减少对感知和心理讯息重新编码和重组的要求，还可以减少记忆负担。透过数量、趋势和关系进行更多的可视化比较。机器界面和人之间的讯息传输更快，
并简化了结构的感知。图形还可以为界面添加吸引力或魅力，并允许客制化，以创建独特的企业或组织风格。GUI 的特征，图形系统拥有复杂的视觉呈现、点击互动、一组有限的界面选项、可视化的特点。复杂的视觉呈现，视觉呈现是人们在屏幕上看到的视觉。图形系统的复杂性包含了线条、图片和符号，也包含各种不同样式大小的文字字体。在某些屏幕上可以显示1600万或更多颜色，也可以有动画和影片的呈现。在图形系统中，以可视方式呈现给用户。界面元素包括页面、主要、次要和对话框、选单，有选单栏位、下拉式栏位、弹出页面等。目标在屏幕上可直观地、简单地、清晰地反映用户的真实世界。点击互动，首先必须识别要在其上执行某些动作的图形屏幕的元素。执行点击的主要机制通常是滑鼠、集体按钮。用户将滑鼠移动到相关元素上，并发出操作讯号。此项允许快速选择和回馈。眼睛、手和头脑能够平稳的、有效的协同工作。可视化，可视化是一种认知过程，使人们能够理解难以察觉的讯息。因为它太过庞大或过于抽象，图形描绘有助于可视化。最佳的可视化方法取决于人们试图从数据中学习的内容。不同的目标有不同的方法。目标并不一定是重现真实的图形图像，而是产生一个最易传达的图像。有效的可视化可以促进心理洞察，提高生产力，并促进更快、更准确地使用数据。1990年以来，网际网络的发展确实令人惊叹。曾经只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交流媒介，现在已经普及到世界各地的企业、组织和家庭中。早期文字和 GUI 系统是从组织的数据处理和讯息系统中开发培养的。而网络的根源，则是在渴望获得便利和讯息的社会中播种，并且由市场驱动。最初，网站界面设计本质是引导式设计和讯息的呈现，在乎内容而不是数据。近年来出现的新的领域，网络应用程式设计，以内容或讯息为中心的界面设计。通常称为网页设计，而专注于应用程式的界面通常称为网络应用程式设计。网站界面设计并不容易。首先，它的基础设计语言 HTML 并不是让一般人使用的屏幕，它是预设让技术人员使用的。HTML 在部件和互动形式受到限制。也没有提供人们最有效呈现讯息的方法。其次，浏览器主要局限于后退和前进概念，让返回何处和前进到何处，通常是未记录后未知的。因此，网页本身有许多隐形引导按钮，在屏幕上无法被辨识。第三，原因是讯息架构和任务流程都不容易标准化。这两种有相同的地方，例如图形和讯息量丰富，然而也存在显著差异。网页界面设计主要是正确平衡选单、内容和文档或图形的结构和关系，目标是建立一个层次结构良好、易于使用的选单和页面的。网页是一种导引的环境，人们在讯息页面之间频繁移动。网络应用程式用于收集和处理数据，
通常会消耗大部分或全部萤幕，并且可能会需要长时间的注意力。界面设计的工具日趋成熟，以研究为基础的设计指南越来越多，且有关用户及其需求的知识正在不断的扩展。这些工具将带领界面设计走向一个操作直接化、结构合理而且易于使用的发展。下章节会再介绍更多有关于 GUI 的细节，请继续收看，谢谢大家。